Japan is back. Japan is back. Japan is back. Japan is back， 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回来了。那这次所谓的日本归来，当然不是军国主义回潮啊，不一样的。而且这一次日本归来的姿态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作为美国的朋友、美国的盟友，而不是像上一次作为美国的敌人。那这两天高市早苗出访美国，和川普相谈甚欢。那这个相谈甚欢并不是双方表面上在演戏啊，不是，而是实质的签署了很多的计划。那其中非常引人瞩目的就是能源方面。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了日本会更多的从美国采购石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不只是买石油这么简单日本还会加大对于美国能源开采的一个投资。那么双方实际上是在重塑全球能源供应的这么一个架构性的问题。日本现在 90% 的石油要依赖于中东，这个局面是要改变的。那么美国的石油出口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就可以作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能源的集散地了。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我们可以在这儿清晰地看到日本跟美国能够签署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的框架那个根基是什么？是双方高度的互信这才是朋友这才是盟友这和中国与俄罗斯与伊朗的那种关系完全不一样。那我就不在这里多废话美国跟日本的这种双方互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虽然二战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但是最近的这将近1个世纪内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美国是怎么相处的。很多中国人还停留在说日本就是美国的走狗美国的傀儡美国的小弟，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看问题了。这一次高市早苗出访美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实际上前几天川普不是希望各国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等等，日本拒绝了嘛，对吧？拒绝的理由是什么？法律不允许。那潜台词是什么？你美国得允许我得把这个宪法给修了。这是高市早苗一定要做的事儿，他的野心这就跟习近平一定要打台湾是一样的，他就是来干这个事情的，让日本的军队正常化，整个国家正常化。那这个事情他当然要取得美国对他的信任因为二战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是吧？这个不是说要给美国当小弟或者当走狗那一套中式思维，这是说你这样的大国之间如何合作，如何共存，如何面向未来，你是要互相通气的你这边军队要正常化，你这边要发展甚至核武器，那对方是不是放心你这么干？我们看到了日本在这里交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卷，如何和美国做朋友。其实中国又何必非要和日本以及美国当敌人呢？没有这个必要对吧？中国其实是可以跟美国做朋友的，而且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原本中国跟美国更应该成为朋友。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和谁能成为朋友，和谁只能成为敌人这个不是某一个领导人拍脑门就可以决定的，它取决于非常复杂的这些历史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共得来这个政权是有问题的，对吧？最早是一个拿着苏联钱的境外势力，那你有这么不干净的底色，你如何能够摆脱苏联，然后掉头去跟美国做朋友呢？做不到。所以一步一步的
你就看到他只能去和那些最肮脏的国家做朋友，那没有意义的。你看看人家日本，对吧？发愤图强，去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啊，也是最自由的国家做朋友。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双赢啊！你看现在美国和日本啊，通过现在的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化啊，在这个历史的这个点上，又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啊！日本的领导人高市早苗又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跟美国捆绑的更紧，这个关系可以上升的更紧密。这就是抓住了机会。当然了，这个机会他能抓住，也要靠之前这几十年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铺垫。这个互信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都不是突然我们喝一顿酒就那都是场面话，对吧？真正的互信，日久见人心，你需要自己去经营的。那中国现在和谁可以互信呢？即便跟俄罗斯也没有互信，这是谁的问题呢？对不对？难道所有的都是这个说俄罗斯是个王八蛋，伊朗是个混蛋，就全是这些朝鲜不可靠，全是别人的问题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国你自己是什么货色，你会愿意和什么国家来往，也是由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放着日本和美国，对吧？这样好的国家，你不去跟人家当朋友你天天的宣传仇日仇美敌亡我之心不死，没有。美国没想灭亡中国日本现在也不想灭亡中国。而且我在此想提醒中国人一点，日本回来了，中国人普通的中国人就不是那些什么红色家庭什么体制内那些中共的高层普通的中国人，你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日本是你的近邻，你的邻居这个国家发展的越好，对你当然是利好。他不是说他发展的好就要灭亡你，要统治你，奴役你，不是。他越文明越先进，你靠他越近，你不是可以得到好处吗？你不是可以向他学习吗？他的这个先进的程度可以往外溢而且离你很近，很快就可以汇集到你美国没有那么大的意愿去让中共下台，去强行的改变中国的这一个未来。美国没有那么大的意愿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日本在这方面的动力绝对比美国要强，因为他也希望中国好，近邻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这个非常流氓的国家甚至往外去侵略，那日本不是很麻烦吗？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日本以这样一种美国的盟友朋友的一种全新的姿态回来，中国人应该感到高兴。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强大的外力施加给中共身上，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未来。那么当然了，中国的未来改变了，中国人的未来，你的子孙后代的未来也就随之改变了。所以不要去听中共包括扔到海外的这些外宣的这个腔调好像日本的右翼，日本的这种归来的姿态会威胁到中国有多么的可怕。不要去听这个，这是好事儿这绝对是好事儿。日本回来对中国完完全全的利好，大家就等着往下看。好，今天就聊这么多，感谢收看、订阅、分享。